开始直播，你看一看聊天室的人多不多啊？提前了2分钟，我们先试一试器械，因为上次直播又有人反映说这个声音小，大家听着声音还可以吗？前几天王教主不是讲了这个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文章嘛？整个视频把这个直播把这个文章念了一遍，我听了以后，反正是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乐天的啊，我对这件事儿上，我觉得不用有任何担心的。原来我做过一批那个《公路医生》那本书的视频嘛，反正至少从医学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AI 是肯定代替不了这个医学上的，或者说只能代替一部分功能吧。能提高一些效率，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有可能反而是让这种大家对健康的认知更多，需求更高一些，让医学的这种呃规模可能会变得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从医学上来说，从其他行业来说，也不是坏事儿啊。您好，岳科夏，哎，赶上这个时间，是不是直播大家友好一点儿呢？嗯，就是继续讲啊，其实，那个文章写的呢，我觉得有点儿科幻小说的感觉，但是整体听下来呢，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明显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边儿，或者说，纯理论脑补想出来的东西。这个写这个作者肯定是不太接地气的，他就不太去这种下面儿一线，或者说没做过这种面对面的给人服务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做这种理论模型，做这种宏观调控可能做的更多一些，看数据分析啊，实际上好多东西我也看了好多报道，还有看了一些文章，特别是这个有一个频道嘛，油管频道一个狠人，这哥们儿也是在加拿大留学过，做交易员，他的节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查了好多数据，然后讲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听他那个，我觉得挺有道理的。然后今天我就从我的角度讲一讲吧。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 AI 的进化是无摩擦，而且会成为指数级别的这种不断上升，没有天花板。那这个明显就和实际情况不符嘛。你像现在各个 AI 还是收费的，就说明它的算力是有成本，而且现在这个收费，我觉得，应该是覆盖不了成本的。我看好多报道也是说，各大这个 AI 公司它做的这个 AI，这个收费是远远达不到它的成本付出的，它大量都是预支的这种成本。而且你 AI 算力的话，现在都是用这个 GPU 嘛，然后英伟达这个需求很高，但是英伟达它厂子做这个芯片呢，它是产能是有限的，你要提高算力的话，你就要多买这个芯片，但是你芯片产能就这么多，它就做不出来那么快速的就不断的算力增长。我用这个 ChatGPT 还有 Gemini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刚出一个新版本，就特别好用，感觉比之前的版本好用很多。但是用了可能也就是1个月2个月，这感觉就越来越笨，就没以前好用了。就好多以前它刚更新版本时候那功能突然就变差了。你像最近这2个月，明显就是 Gemini 它这个图片识别功能就经常识别不出图片来。或者就是你给他下的一些指令，原来很好用的指令，现在他就理解不了了。我觉得应该都是他，厂家后台把这个 AI 的这些算力啊给降低了，或者是它限制它功能了。这个也能看到好多报道的数据嘛。我看那个一个狠人他就讲说，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电力的缺口。那个 IEA 就是预测嘛，就是2026年全球的这个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就会翻倍的，会达到大概是1000泰瓦时，这个单位我都没听过以前。
就是大概是相当于整个日本的全国的用电量，这就很惊人了。那这个不可能说这个电力莫名其妙就出来，就都用到这个数据中心了，你其他的地方也得用啊，而且它很难集中到你这个地方。然后说预测呢，是说到2028年，这个全球数据中心这个电力需求就会更多，然后很多国家都会面临这个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那电网这扩容，它也不是说跟那游戏里边儿一点那个按钮一点确认，你那个电厂就建起来，电网就扩容了。电网扩容它是需要至少5到10年的，这还是说区域电网。你要是那种全国级的或者更大量的，那你就更难了。所以我看现在那个新闻都是说，那个微软、亚马逊什么的都直接开始买核电站了嘛。但是我看那个视频，还有一些文章分析，就是说你光买核电站没用，你从核电站输电输出来，然后到你这算力中心，它还有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就这种工业级的特别大，跟一房子那么大那个变压器，不是家里边家用电器那种小的变压器啊，那个变压器产量更有限了。我看报道说是这种工业级的变压器，它的交付量就是你现在下订单说我要订这个变压器，那什么时候交呢？100个月以后，那就等于是8到10年以后你才能交付。那你这算力中心你没有变压器，你肯定不可能全力运转。那这个算力就没法说是不断的提高，那等于这个能源和这个物理世界就把这个算力提升就给卡住了。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买没买电脑，我最近家里买了一个电脑，然后我才知道，就是最近半年吧，从去年好像10月份开始，所有的电脑的这个内存、硬盘这些配件儿，包括显卡这些，全都是涨价涨得很疯狂的，好像内存是翻倍了吧。然后移动硬盘也是，就是这个 SSD 什么的，这些配件全都涨钱了，就是因为产能不足，大量的这种算力中心 AI 的需求，导致这个市场波动嘛，波动，那你价格上涨，然后你原来想买的计划，你当然可能大批量订单还不一样，但是它肯定是有交付周期的问题，个人的这种市场都受影响了，那这种大的数据中心肯定更受影响了。所以那像那个报告里幻想那种说啊，只要你投钱，你把这个员工裁掉，把这钱投到这个 AI 数据中心里边儿，它算力就能不断的增长，这个就不可能实现了，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嘛。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高质量的数据就会有这种枯竭危机嘛。就是现在大家觉得 AI 好用，是因为它现在把几十年这种互联网上这种高质量的论文、书籍，还有这种优质论坛的这些内容，它都给吸取进来嘛。然后而且提纯之后，它通过这种算法，可以把这个信息更有效的给到这种需要的人里面，所以就显得这个质量很高。但是这个数据呢，我看报道说是最快2026年或者到2032年之间就会被耗尽了。那你那时候 AI 去学什么呢？你像比如说中医这块儿，现代出的书好多书都没有进入到这个互联网，那好多古籍就更没法进到了。反正问 AI 一些就是这种文言文的中医书，它就是理解不了的，它对这种数据明显就是非常缺，那就高质量的数据就更别说了。再加上我看那个老王就说嘛，就是现在专门有给这个 AI 喂脏数据的，那你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它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使，它就有可能会变笨嘛。就是我看一个词儿是说叫做退化，就是模型效能退化。学术界好像是叫做模型自食，就是你 AI 变成只能这个学习 AI 生成的低质量内容的时候，它就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我觉得就有点像人，你这个人的智商也好，体力也好，你是有天花板的，你不可能说智力无限增长，你的体力无限增长，跟那个奥运会那口号似的，更高、更快、更强。那你到一定限度，你就是到人体的极限了。那 AI 也是这样的，它肯定是有天花板的，只是说不一定是2028年，可能是再过10年，再过20年。那我觉得不可能说是，或者说有的话，那也超过我的想象，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吧。
但不会说这么快2年就达到的。就是它数据的，而且它这个数据呢，就涉及到你数据是需要人来录入的嘛？那怎么录入数据呢？录入的数据准确怎么样？这个质量怎么样？它会不会出现偏见？我在讲那个勾勒姆医生那期就讲嘛，就是如果你这个数据它可能一个偏差点，是因为你之前的这种错误的信息造成的，那这个 AI 它只会把这个错误无限的放大，它并不会纠正这个错误。那你这个 AI 只是等于还没有人好用嘛？你人的话，人的医生还能根据具体情况去做一些纠偏，但是这个 AI 去做的话，它就只会把过去这种错误的误诊或者错误的偏见习惯，它就都放大了，反而变成100%，你就没办法纠错了。嗯，另外这个文章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悖论啊，就是它是违背了这个经济系统叫杰文斯悖论，还有新需求的这种涌现的情况。哎呀，我这旁边是一个巴西柔术馆，所以刚刚下学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吵。刚才我听着这个，就是咚咚又摔的，大家不要太介意啊。杰文斯悖论呢，就是说，当时那个英国嘛，刚发明这个蒸汽机，大家都以为说，哎，蒸汽机效率这么高，是不是这个煤炭业就要完蛋了？你同样的这个做工，那新的蒸汽机它效率高，它就不用那么多煤了。结果呢？结果就是因为你蒸汽机太好用了，太便宜了，那所有的工厂也好，火车也好，轮船也好，全都装上这种新式的蒸汽机了。结果煤炭的消耗量反而比用这蒸汽机之前就暴增了几十倍，这就是杰文斯悖论嘛。AI 好像也是这样，它编辑和处理信息成本是降低了，但是绝对不是说那个程序员或白领就会没工作，就会完全失业。它实际上它会，因为你效率提高了嘛，那你需求也会变多。那可能你日常生活中很小的，可能我这一个电灯啊，或者我的门锁、门铃，所有东西都需要专门编一个程序，或者是用这个 AI 代理来处理。那等于你需求变多了，你的工作量也是变多了嘛。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说 AI 这个，它一旦爆发之后，它可能会，导致8500万人失业，但是同时它可能会新创造9500万的这个工作机会，就等于有一部分的职业和工作需求是变少或变没的，但是它会造成新的这种工业需求，我觉得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呢，我就也是看网上信息嘛，就是提到2个案例，一个就是90年代那个电信和光纤泡沫，就是当时说这个华尔街嘛，疯狂投这个海底电缆，就觉着未来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嘛，所以就好多这种通信巨头就贷款去买，然后买就是通过那个思科嘛，结果到2022年的时候，不是2022，就2002年了，就20多年前，就是美国铺设的光纤里边97%都是闲置的，就是当时就叫做暗光纤嘛，就是这公司已经破产了，但光纤建好了，那谁用呢？就是把这些破产公司这些资产收购的，破产重组了嘛，就让这些变成基础设施了。所以那些光纤公司、电信公司倒闭了，但是留下这个闲置的这光纤，就成本就低了嘛，低了以后才有我们现在就是 Netflix 呀、油管啊这些，你整个移动互联网这才开始繁荣的。要如果它那个成本没降下来的话，我们现在互联网不会这样。还有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2000年吧，就是互联网泡沫嘛。当时就是只要公司带个.com，就是什么盈利模式都没有，就说怎么挣钱不知道。那个好多人就投它，然后什么纳斯达克就是冲上应该是5000点吧，然后就崩盘了，跌了80%。那当时那个思科就是和今天英伟达一样，市值是全球第一，最后也是不行了嘛，就是因为这个泡沫一破就全完了。然后现在呢，我看那个视频分析，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泡沫怎么吹下来呢？就是很多就是靠
关键一个英伟达，还有一个就是甲骨文。英伟达的订单很多是靠这个，甲骨文它的债务来做担保去订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一旦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债权它估值出问题了，或者它的信用，我看新闻说是甲骨文那个信用评级已经在降低了嘛，它一定降低到一定程度，就等于你已经贷不出款去买新的这个芯片，那这个时候这个泡沫就会破。我看那个一个狠人，他预测是说到今年的年中或者是下半年就有可能这个 AI 泡沫就会破嘛。但是这个泡沫一破呢，其实是好事儿，等于就跟那个之前那互联网一样，互联网那些巨头死了，然后我们互联网用起来就便宜了，然后好多应用才会出来。这个时候就可能咱们真的是能非常低的成本就用到现在的各种 AI 模型，而且就是比你现在这种订阅费要便宜很多，还更好用。然后讲互联网这个，我就得提一下儿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中学同学的故事。他就是属于是，运气特别好，或者说这个命运就该着，就是他就赶上这个互联网泡沫这个时期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就一块儿高考嘛，他就考得不好，就不是说高考失利啊，他就是老王说那种算力不够，那个学习高中课程有的课对他来说就是很难，所以高考成绩很不理想，就是专科都考不上那种成绩。然后考完了以后，这个暑假的时候吧，就有老师来学校，高中学校就是说，哎，你们这儿有没有哪儿都没考上的同学，愿不愿意来我们学校？就是我们这学校呢新成立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就是之前高考报名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报，所以就招的不够嘛，招的不够，这个有这个愿意上的，我们就还可以来录取。学校名字我就不提了，专业呢就是电子商务。然后我这同学呢，就是一想说，你再补习一年，复读一年，可能也考不上本科儿。就这个学校虽然不是太有名儿，专业也没听说过，但是你去吧，这个起码有个学上，而且还是本科儿，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特别后悔，他说一报到，这就是不是草台班子了，这个就是学校第一次开这个专业，老师没有，然后学什么课不知道，教材没有，然后就是连架子都没有。说你们这来学校先军训吧，军训了3月，就是没课安排。然后后来找的那些老师全都是其他学校的兼职老师过来教他们，然后教的课也是很水的那种。这怎么办呢？这好多人就一看这样就害怕，就直接退学了，回来复读吧，还找个正经学校上。他不行，我那同学是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就是父亲去世比较早，所以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那学费都交了，你退学的话，这学费不退啊，他就不甘心，就是那跟着上吧，跟着上了，家里又经济比较困难嘛。然后他们当时代课老师就说："哎，我这儿有这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你们愿不愿意去？"然后他就跟着去了，去了好几个同学，结果那老师就给他们带到，西四环一个居民楼里边儿，就是一个2居室还是3居室，那普通的民房儿，然后摆了十几台电脑，就说："哎，你们给我干什么活儿吧，然后给你们按多少钱算。"好多人一看这环境就觉得不是正规的公司，就跑了。然后他就因为家里穷嘛，就没办法，那只能说忍着吧，就在这儿起码干一天活儿，一边儿学一边儿干，还有点儿收入嘛。然后就这么跟着这老师，从这个大一干到大四，干到毕业。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师这个小公司就被这个张朝阳搜狐给收购了，然后搜狐一上市，他们这就成搜狐元老了。我一同学就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他就财富自由了，而且老婆也是从搜狐找了一个网红，长得很漂亮，这个现在人生非常美满。你说他这个命运的话，就是真的不是说看你的资质啊什么，有时候就是你的选择，你赶上了，就是符合这个改命3部曲嘛，就是你远行了，然后学艺了，你再碰上贵人，
你这个真的是一步登天了。那当时互联网泡沫就是这样，那赶上这个泡沫了，那就像我这同学这样，这个基本上交代，现在天天就是带着老婆孩子游山玩水，啊，什么事儿也不用管，反正钱都够花的。这是讲到互联网泡沫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一点，说那个文章里面，他就认为说这个政府是毫无作为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失业率真的像那个文章写的那样，大面积的失业，这而且都是中产以上的人群，这种高收入的阶层的人失业的话，那现实当中，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它这个政府和央行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它肯定会第一个，你降低利率，比如说日本原来不就是都负利率了吗？然后大量宽松的这种政策，而且它肯定是给这个失业者一定的这种财富转移支出呢。甚至你像加拿大现在不就是在讨论这种全民基本收入嘛？就你甭管是干不干活儿，一个人人头按人头，一个月发多少钱，你保证你基本生活。那你剩下你基本生活没单，你随便打点零工，或者随便再学点东西，你再找新的职业，那你就有机会，你再重新让生活进入到正轨嘛。就不会说像那个文章写的那个那么可怕。或者就是最简单，就是你政府开征一个 AI 机器人税嘛，那你用这个 AI，你既然你是通过效率、通过成本降低取代人工的，那你多的这个钱，这个就得把这个钱你得给政府啊，政府再来转移支付嘛。这是政府完全可以做的事儿，而且也并不难，实际也没有人受到损害。因为你既然你 AI 公司、你机器人公司，你是通过这个高科技来替代之前的人力的话，那你必然是有大量的利润。那你这个大量的利润，你通过政府的这种税收杠杆儿，就完全可以调控分给那些失业的人。然后就是讲到第四条了，第四条就说这个摩擦力归零嘛，这个我觉得就只能存在在这种科幻小说当中，或者说这种呃叫什么四肢不勤，呃五谷不分的这种高管里边儿吧，就是他不知道基层情况什么样，然后呢他就想，哎，我这个 AI 多厉害多厉害，他这个取代这个中介就可以是零摩擦的。但实际上，你像我在中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都买过房嘛。那我觉得我作为普通人来说，我是绝对是离不了这个中介的，因为我几次买房成功的经验，基本都是找对了中介，或者说我们这个中介比较给力。你如果是换一个水平差一点儿的中介，或者说让我自己用 AI 来去找房子、买房子，那我可能不会用我现在这种比较好的价格去买到我现在理想的房子。最简单的就是你都是好房子的话，大家都想要，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需求，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贷款能力、他的这种对未来的预期也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个性化的一个需求。个性化的需求就跟那个医疗是一样的，你这种的话就是需要中介要动脑子的，要熟悉政策。哎，你现在是新移民，你适合用什么政策？能有哪些？那你如果是 AI 的话，它怎么能够充分了解这个信息呢？如果我通过 AI 去找房子，或者是买车的话，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需求呢？好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需求，我需要不断的跟这个中介去聊交流，然后我到一个陌生的这个加拿大的市场，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哎，我未来要定居在哪儿，我的孩子在哪个学校更合适，那我怎么根据这个我的工作诊所会开在哪儿？那我怎么定我这个房子，我的诊所的这个房，这个都是需要去找的。有的时候你也没得选。那比如我去找渔人码头那个房，那就很偶然的，你就是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那我去了，交完定金，那说其他人再去找，这个房东就不接了呀，那我就拿到这个房子了。那你跟用不用 AI 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去找，那我肯定是不可能说有一个 AI 做代理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中介就没工作了。
这个不现实啊。至于说那个传统的商业中介，还有这种 SaaS 那种模式，我觉得更不可能了。这个公司也不傻呀，他要通过 AI 来代替这种中介公司的话，它首要前提就是你要把这些商业机密的信息，你的供货商、你的上下游的这个厂商的需求，你要准确无误的把这个信息给 AI。那作为商业壁垒，这些都是公司机密。那我不给 AI 的话，那 AI 它就不能知道这些信息，它就不可能取代这个公司啊。这个我看好多报道也说了，就是有的公司已经开始制定这个 AI 政策，就是禁止把这些核心的商业机密、商业数据公开出去了。那现在 AI 来说的话，你大模型只能获取一些公共信息嘛？那你一些商业机密，你比如我买一个丰田车，这个车的具体那个从四 S 店的成本它是多少，它能挣多少钱，这个四 S 店不可能都告诉你的啊。他肯定是有他的安排，而且我要清不清库存啊？我是不是要上这个新的车型了呀？他肯定给的优惠，这个费率是不一样的。这种的话，情况太复杂了，它不是说像那种实验室那种情况，就是我光看一个大数据，这个就问题就都解决了。你具体到现实社会当中，就是这种大量的细碎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那就很难被这种统一的 AI 模型代替了。还有监管，你像我太太他们，这个跟政府相关的嘛，他们这种政策好多都是有保密需求的。现在就是已经，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公司就是明确说了，你电脑里面不能装这个东西，用也不能用。那怎么可能再代替呢？而且他写的好多东西，他是要符合这种人类的这个公文需求的用词的准确性，这种法律的需求，就是你能不能签字儿，这个是很重要的。哎，我觉得那原来看那个张雪峰，他有一期就说有这个学生家长就问说，哎以后这个 AI 变发达了，会不会说这会计就没工作了呢？然后张雪峰就特别简单就说不会的，因为这个 AI 不能签字儿，不能替人去坐牢，就不能背锅嘛。你如果会计你签个字儿，你是要负责任的呀。你出了什么法律纠纷的问题，你真的是要进这个什么上海就是什么这个叫什么摇篮还是叫提篮桥监狱嘛？全是这种高级财会人员或者经济学家。那你 AI 怎么可能去替他坐牢呢？他这错了，他是不负责任的。医学也是这样嘛，就是你怎么对这个诊断、对这个治疗负责任，你怎么保证输入的数据准确？呃比如说你这个 AI 真的是特别发达，诊断率很高了，那通过什么提高诊断率呢？就是我要有医生或者护士把这个病人的信息，检查结果输入给你嘛，输入给 AI，它才能分析。那你如果输入错了，或者没人输入，这个都是 AI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比如你要是需要很尖端的那种可以连 AI 的检测仪器的话，那这成本就又高了，那反而不如你培训这种人类医生或者护士来的成本低嘛，准确率更高一些。这也就让我想起我们原来在那公立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当时就是突然过完节以后，每个病人住院的病人也好，门诊的病人也好，突然发现一个这个肝功胆红素这个指标，所有的人都高，而且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全都高的好几倍。说这个怎么回事？一个两个说你怀疑是说这个病人身体有问题啊，肝功有问题，在复查，或者说啊，哎呀，这个杨娜金主，你好你好，哎，慢慢听，嗯，这个大家就分析不出来了。但是你说再继续查吧，查发现复查还是这么高，那你用不用药呢？这个一考虑说，那感觉没有这些指征啊，病史也没有，先不用药，先观察一下吧。然后等出院的时候，过了1个月再查还是高，这个不太对吧？去开会找这个检验科主任，当然我们检验科主任是一个复员的女兵，脖子上受过伤啊，很大的疤，枪伤应该是。
就到我们医院复原了嘛，确实水平高。当时各科都反映这个问题，他就仔细去查了，然后找厂家去调，最后发现是这个抽血验血的这个仪器，它有一个指标出问题了，把那个指标调回来，那所有那指标就正常了。那你如果是用 AI 来做诊断，它得把错误的数据输出来，那肯定他就认为你数据不会错呀，那你肯定就是这个人有问题有病，那你就得用药，用上药这不全都出现误诊了吗？这个责任谁负呢？是发药的人负，还是这个给出错误的判断的这个 AI 负呢？这个都是问题啊。这就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就大家当个科幻小说看吧，就现实社会当中应该不太会像他说的这种2年之内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这个可能的危机呢，也是存在的。我自己也是觉得现在这个 AI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那作为普通人，怎么应对这个危机呢？我想了几条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技能要深度转型，就是你就不要做一些这种重复的这种背诵啊、记忆啊这种你肯定比不过 AI，你要去学会这种，把这个价值的架构，就是你这个知识啊，你要更高屋叠顶一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你就不是说我要光把一个方子背得多熟，或者这个穴位背得多熟，而是说你要更多的去现实中去思考这个人怎么去做，就是把这个现实的具体的情况分得更细一点。嗯，就是你要多考虑人情味儿这点儿，就是人的情绪，人的这个现实生活的需求，而不是光是说这个指标啊，或者说是数据的这些东西。嗯。这是一块儿，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嘛，就是你得学会负责任，就不能甩锅了。这个 AI 可以帮你干活儿，但是 AI 不能代替你去签字嘛。所以呢，大家就是你在公司里边儿，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是要学会担这个责任，学会去背锅，就是哎我要怎么去负责这个事儿，就不是说把这个 AI 当成敌人，你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助理，哦，好啊，瑜伽课看完，练完再看回放一样的。我这个明天的话会有一个录播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听。明天的视频主要是一个孙大夫，他去年的时候来我这里，跟我交流了一下，然后主要是针对，刚上临床的中医医生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思考，对普通人也有一些启发吧，大家可以听一听。明天下午5点更新。这周四呢，应该是也是一个直播，主要就是锻炼。祝总祥教授他那个312经络锻炼法，312就是3个穴位，然后一个就是讲这个一手丹田加上深腹式呼吸，二呢就是代表两条腿的运动，他主张是说深蹲或者散步，我到时候会在他这个基础上扩展一下，因为这个祝总祥教授他是学这个生物物理的嘛，就是其实不是学这个中医的，然后我会从中医的角度，在他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加上我一些思考和实践，把一些小技巧啊用上以后，大家用这个312经络锻炼法效果会更好一些。嗯，刚才讲到就是说工作上是这样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家庭角度，从个人角度，我觉得那个文章有一点我是挺有挺有这个警醒的感觉的，就是说大家尽量就是在这种大的技术波动的情况下，可能你社会会有变革，那大家尽量把这个财务杠杆降低，就是你房贷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债务也好，就是把这个杠杆降低一点不要加杠杆了。然后留点现金吧，就是你至少让说能覆盖说半年到1年的这个日常支出的这种应急的这种备用金，这样一旦这种社会确实会有波动，或者你的行业、你的专业跟这个很相关，可能会有失业的风险的话，那你提前做准备，
就可以避免自己的生活出现太大的波动。另外就是投资这个不要太集中化。你现在美股的市场它这么好，其实好多就是集中在那种几个少数的科技巨头嘛。那如果 AI 泡沫儿破了的话，或者说市场这个剧烈重估的话，就可能跟那个当年那互联网泡沫儿是一样，就是你有的那个头部的企业，它可能就破产甚至重组。那你这个就是要适当考虑分散一下，不要光投这几个头部的科技企业。你说都投英伟达，都投特斯拉，我觉得大家看自己的配比吧，不要 all in 了。就是我是普通人嘛，我也不像说王教主这个资本那么雄厚，那我有限的钱，我可能不会全都投到这个可能带来很大盈利的这种公司的。我可能更多还是投一些蓝筹股啊，比如银行啊，还有一些资源股，像这种金矿。现在黄金不是涨得很厉害吗？我觉得我没买黄金，但是我觉得是投一些这种黄金的这种矿产公司，然后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可以对冲。去年有个朋友就是听我的建议嘛，他去买了这种黄金相关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基金吧，好像是最多的时候这一年挣了70%吧，收益还是不错的，风险小的很多。那个基金还是保本儿的。我不卖基金啊，大家不要问我，这个现在涨得挺高了，你再买可能也不会有那么高的收益，大家看自己的情况，看自己的机缘吧。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觉得 AI 是不能代替人和人的交流的，所以你要想以后工作或者职场发展的更好的，我觉得尽量找这种人和人直接面对面交流的这种行业。我觉得就是中医就肯定是不会失业的，就是大量的社会需求，而且你越是 AI 发达，大家这个工作不像那种繁琐的工作那么多了，反而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自己的身心的健康、心理的健康，那可能对中医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多学一学中医相关的知识啊、技术啊，然后理念呀，这样对你的个人的健康、对你身边的健康，甚至对你的职业发展规划，可能都是有帮助的。这是我看完这个文章、听完这个王教主的视频以后的一些感想。嗯，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嗯，我看一看 TikTok 这里啊，TikTok 这里人还挺多的。嗯，没有太多的话，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稍微短一点，40分钟了。那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另外，今天早晨我又收到一个打赏啊，感谢这个金主啊，嗯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回头下次的时候我再专门感谢。嗯，好，那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再见，结束直播。